各位朋友，台湾这一年真是创下世界纪录的一年，物价涨，能源乱，关税黑箱，还不够，赖政府硬是给台湾人民加码一场全球首创的无差别大恶霸。经济压力压垮家庭，社会撕裂撕到见骨，这样的政府，你还能说他在治理，而不是在折磨吗？结果呢？我们期待已久的内阁改组竟然长这副模样，该下台的人还稳稳坐着，该负责的反而继续升官，甚至还敢厚脸皮地挂上创新 AI 内阁 2.0 的招牌。人工智能，抱歉，人民看不到人工智慧，看到的只有人工斗争。这里的 AI 恐怕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， 而是 always in fighting， 是永远在斗争。问题来了，赖清德，你到底是要改革，还是要继续搞斗争？今天我们就带大家揭穿这场有限改组、无限失望的闹剧。事情要从7月26日和8月23日2次投票说起。那2天，台湾人民已经用手中的选票大声告诉赖清德，我们对你的执政失望了，我们要你真正改革。社会氛围是什么？是失望，是焦虑，是一种再忍下去就爆炸的愤怒。街头访问的声音是这次内阁一定要换人了。新闻评论也说，如果不大刀阔斧改组，民进党的支持度还会再跌。于是大家屏息等待，结果行政院公布了一份16人异动名单，表面上看起来人很多，但摊开细看，原班人马，小圈圈用人，只是在玩洗牌游戏。新设一个运动部，听起来很漂亮，但问问自己，这跟电价、物价、房价有半点关系吗？真正争议人物，通通稳稳坐着，不动如山。人民看完这份名单的反应是什么？不是期待，而是满满的嘲讽。网络上有人直接说，这不是 AI 那个，这是挨骂那个，这是整个社会当时的真实氛围。说到这里，政府当然也有一套标准说法，我们就来逐一检视。官方说法是，政策需要延续性，不能大幅更动。延续性，延续什么？延续电价上涨，延续物价飙升，还是延续贪腐横行？人民要的不是换汤不换药，而是真正的改革。如果延续的是错误政策、错误用人，那这样的延续只会让台湾继续沉沦。行政院拿出一个数字，16人异动，听起来好像很厉害，但仔细一看，核心之物完全没变。内政部长、法务部长这些最需要被检讨的人，通通稳稳坐着。换句话说，人民的痛点还在，斗争的工具还在。这叫改组吗？不如叫假动作，就像打牌一样，表面换了几张手牌，但底牌永远不动，游戏规则还是对人民不利。赖清德还特别强调，这是 AI 内阁 2.0， 代表创新与新思维。AI 台湾的基础设施、产业应用本来就落后，结果政府只会用 AI 当包装词。真正的 AI 不是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人工智慧，而是爱意识形态。整个内阁的唯一任务就是把意识形态放第一，把人民需求放最后。所以朋友们，政府的3大借口听起来漂亮，实际上全是烟雾弹。只要一层层剥开，就会发现这场改组没有诚意，只有戏码。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进入最关键的部分，这场有限改组背后藏着4个核心问题。先来看内政部长刘世芳，在公开场合陪同卓荣泰下乡时，他直接喊出吃台湾米，做中国鬼，支持赖清德做台湾国的主人。这不是政策，这是标准的仇恨动员。当一个内政部长把分类当成口号，把撕裂当成政绩，我们还能期待什么治理？
结果是什么？社会对立加深，蓝绿越骂越凶，民众彼此仇视。政府本来该是修补裂痕的角色，结果反而成了制造裂痕的推手。人民的信任度一降再降，台湾社会变得更动荡。再来看法务部长郑明谦。这位部长在任内检调单位的选择性办案，大家有目共睹，在野党有风吹草动，立刻启动调查，绿营人物爆出争议，不是拖延就是淡化，最后还能神隐结案。结果呢，台湾的司法信任度跌破40%，已经创下新低。国际媒体也在报道，台湾的法治是否正在沦为政党的工具？这样的司法，人民还能信赖吗？换句话说，当法律变成武器，正义就已经死亡。接着是卫福部次长吕建德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他居然公开喊出剿匪未成功，要继续剿匪。问题是卫福部的工作是什么？是医疗，是健保，是公共卫生。结果他把卫福部当成政治部，把剿匪当成业务 KPI。结果呢？专业被边缘化，真正懂医疗、懂公共卫生的人被排挤。政策决策不再以病人和民众为核心，而是以政治口号为导向。久而久之，台湾的医疗品质和公共政策只会越来越偏离人民需求。最后来看这个新设立的运动部，听起来好像是改革，好像要推动体育发展，但仔细看预算和人事安排，与其说是改革，不如说是分赃。而且最讽刺的是，电价、物价、能源问题与关税黑箱，这些人民天天面对的痛苦，一个字都没提。结果呢？人民生活压力完全不变，改组看似改革，实际上只是把政治斗争延长下去，换个舞台继续演。所以朋友们，这4个分析点总结出来，就是赖清德的内阁表面喊 AI， 实际上是 always engine fighting， 斗争放第一，专业靠边站，意识形态放第一，民生永远被牺牲。朋友还记得我们一开始问的问题吗？这场内阁改组真的能带来改革吗？答案很清楚，没有。有限的改组只换来无限的失望。人民的声音赖清德听不见，他真正听见的是党内派系的争夺声，是侧翼每天喊打喊杀的斗争声。未来2年半，台湾恐怕还要继续承受更多错误决策、黑箱作业，更多撕裂。但请大家记住，2026年、2028年，那才是属于人民的最终改组，选票才是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武器。如果你也认为这不是改革，而是斗争 2.0， 请在留言区打1。如果你觉得这场改组根本就是骗局，请留言打2。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把真相传出去，因为只有真相才能让台湾从这场无限失望中彻底醒来。